包饺子。周六上午，马克正在房间里看书，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。他打开门，王阿姨站在门口，笑容满面。马克，周末没事吧？阿姨今天包饺子，你来我家，一起包，一起吃，让你尝尝真正的中国味。王阿姨热情地发出邀请，马克又惊又喜，连忙说：谢谢王阿姨，但是我不会包饺子。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搓搓手，不会没关系。王阿姨嗓门亮亮的，阿姨教你，快来。马克跟着王阿姨走进她家，客厅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面团和一小堆面粉，充满了家庭厨房的温暖气息。王阿姨先给马克做示范，她揪下一小块面团，熟练地用擀面杖擀着，小手一转，一张中间厚、边缘薄的圆圆的饺子皮就出现了。然后他放上线，手指灵巧地一捏，一个像元宝一样漂亮的饺子就立在了案板上。看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王阿姨把位置让给马克，马克洗了手，学着王阿姨的样子揪了一小块面团。他拿起擀面杖，却发现这东西很不听话。他擀出来的皮，有的是奇怪的椭圆形，有的边上破了个洞，有的厚的像块小饼。王阿姨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哎呦，马克，你这饺子皮是准备做披萨吗？马克看着自己奇形怪状的作品，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他没有放弃，在王阿姨慢点儿、轻点儿的指导下，又尝试了几次，终于擀出了一张勉强算圆形的皮。接下来是包馅。马克小心地把馅放在皮中间，然后用力一捏，结果馅从旁边挤了出来，饺子也躺不下去，站不起来，样子十分滑稽。他包的几个饺子，有的像瘦瘦的月亮，有的像吃得太饱的胖子，还有的干脆开了口。和他旁边王阿姨包的那一排整齐漂亮的小元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王阿姨一边笑，一边耐心地帮他补救，嘴里说着没事没事，自己包的，煮不破就行，好吃最重要。忙活了1个多小时，饺子终于全部包好了。虽然马克包的饺子形态各异，在整盘饺子里非常显眼，但他看着它们，心里却充满了自豪。当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蘸着醋和酱油放进嘴里时，马克忍不住发出赞叹：太好吃了！猪肉白菜馅鲜美多汁，面皮劲道。他特意找到了几个自己包的丑饺子，它们虽然样子不好看，但味道同样美味，甚至感觉更香。他吃着饺子，看着对面笑容慈祥的王阿姨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不仅仅是食物，这是一种像家一样的温暖和接纳。他非常认真地对王阿姨说：王阿姨，谢谢您，这饺子有家的味道。王阿姨听了，眼睛笑成了2条缝，
连连给他碗里夹饺子，好吃就多吃点。孩子，这就是你在北京的家。包饺子。周六上午，马克正在房间里看书，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。他打开门，王阿姨站在门口，笑容满面。马克，周末没事吧？阿姨今天包饺子，你来我家，一起包，一起吃，让你尝尝真正的中国味。王阿姨热情地发出邀请，马克又惊又喜，连忙说：谢谢王阿姨，但是我不会包饺子。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搓搓手，不会没关系。王阿姨嗓门亮亮的，阿姨教你，快来。马克跟着王阿姨走进她家，客厅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面团和一小堆面粉，充满了家庭厨房的温暖气息。王阿姨先给马克做示范，她揪下一小块面团，熟练地用擀面杖擀着，小手一转，一张中间厚、边缘薄的圆圆的饺子皮就出现了。然后他放上线，手指灵巧的一捏，一个像元宝一样漂亮的饺子就立在了案板上。看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王阿姨把位置让给马克，马克洗了手，学着王阿姨的样子揪了一小块面团。他拿起擀面杖，却发现这东西很不听话。他擀出来的皮，有的是奇怪的椭圆形，有的边上破了个洞，有的厚的像块小饼。王阿姨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哎呦，马克，你这饺子皮是准备做披萨吗？马克看着自己奇形怪状的作品，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他没有放弃，在王阿姨慢点儿、轻点儿的指导下，又尝试了几次，终于擀出了一张勉强算圆形的皮。接下来是包馅。马克小心地把馅放在皮中间，然后用力一捏，结果馅从旁边挤了出来，饺子也躺不下去，站不起来，样子十分滑稽。他包的几个饺子，有的像瘦瘦的月亮，有的像吃得太饱的胖子，还有的干脆开了口，和他旁边王阿姨包的那一排整齐漂亮的小元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王阿姨一边笑，一边耐心地帮他补救，嘴里说着没事没事，自己包的，煮不破就行，好吃最重要。忙活了1个多小时，饺子终于全部包好了。虽然马克包的饺子形态各异，在整盘饺子里非常显眼，但他看着它们，心里却充满了自豪。当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蘸着醋和酱油放进嘴里时，马克忍不住发出赞叹：太好吃了！猪肉白菜馅鲜美多汁，面皮劲道。他特意找到了几个自己包的丑饺子，它们虽然样子不好看，但味道同样美味，甚至感觉更香。他吃着饺子，看着对面笑容慈祥的王阿姨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不仅仅是食物，这是一种像家一样的温暖和接纳。他非常认真地对王阿姨说：王阿姨，
谢谢您，这饺子有家的味道。王阿姨听了，眼睛笑成了2条缝，连连给她碗里夹饺子，好吃就多吃点。孩子，这就是你在北京的家。